我们结婚18年了，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经过了很多的困难，我当时就图他对我关心体贴。结婚有了孩子之后，他就不顾家，也不关心我。我觉得这段婚姻我们没有必要再坚持下去。婚前他还是很善解人意，结婚后他的脾气就变得越来越大，有些小事他就要跟我吵。虽然我之前有些事是做的不对，伤害了他，我自己也知道错了。少来夫妻老来伴，我还是想挽留这段婚姻，希望他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陈先生46岁，来自湖南，是一名个体；女嘉宾张女士同样46岁，来自湖南，是一名家政服务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主持人好。好，结婚18年了是吧？是的。孩子多大呀？孩子也快18岁了。啊，男孩女孩啊？男孩。现在干嘛呢？现在读大学了。是您要离婚对吗？是啊。您不愿意离对吗？肯定不愿意。那为什么非要跟他离呢？又这么难受？你看看。10多年以来。啊。怎么了？好委屈哈！你说说人家为什么跟你离吧？我的就是比较懒散一点，喜欢出去打打牌啊，就是跟朋友聊聊天啊。10多年以来都是我在操持家务，我管小孩，要在外面赚钱。你赚钱？我也有赚啊。他也不把家当一回事，然后也不关心我。这个结婚之前温柔体贴是吧？结婚之前谈恋爱谈了多久啊？我们96年认识的，谈了2年以后，我们就走到一起了。啊。那时候他们家条件特别差，他要回去一次都是跟了他们那些侄儿他们住在一起的，就住一。那时候他父母特别的反对，女儿家这么远，交通又不方便，从早上要到晚上才到家。反正这个就像大多数的这个婚姻故事是一样的，两个人历经了千难万苦、千辛万险，在了一起。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怎么了呢？这10几年都过来了，现在怎么突然就想离婚了呢？他结婚以后就变得太离谱了啊！就那会我们就开了一个也就几个平方的小卖部吧，就维持生活。有了小孩，然后他就特别爱打牌，本来就一个人带着小孩就不容易，小孩的体质也不是很好，经常会感冒啊、发烧啊那些，他也有时候整晚还不回家。有一次我小孩发烧了。那时候是 BB 机了，我敲他机，他也不回话，然后我就没电了嘛，我不是跟你解释嘛，后来你整晚都不回来，你就是因为你不关心家里，所以你那个 BB 机没有电，你也不知道。那一会我自己抱着小孩到医院已经是2个小时了。怎么了？当妈的一说这儿都受不了。那小孩子就是发烧了啊，跑到医院说是肺炎，挺危急的。儿童肺炎，一直到第2天中午，我抱着小孩回来，他在那里睡觉。因为我晚上玩了一晚，我确实坚持不住了，他就唠唠叨叨的说了一大堆，店子那里左右邻舍都在看热闹，就是好像我是犯了一个好大的错误，不得了的这样的。你这样的错误，他要是有病了，有个3长2短，反正他也是你的儿子。不是我拦你，你看他以后怎么生活？我拦您一句啊，咱们这么说哈，我问什么你们说什么好吗？要不然你们这10几年的婚姻，我们听起来会一头雾水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好吗？哪年结的婚？我们是98年结的婚。结婚之后靠什么生活？开始就开了一个小卖部，靠小卖部生活。在这个期间，男生喜欢打牌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小卖部是你自己在维持，对吧？是的。我也有看店了，好，你也看店了，但是他对你的抱怨是你愿意打牌，不管孩子，因为他刚才举个例子，孩子肺炎你在打牌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小卖部一直开到什么时候？小卖部开到09年拆迁了。因为拆迁，所以小卖部不做了。小卖部也不做了。靠什么生活？然后我就在那里开始打工啊。他就是说他在外面做生意，我也不知道做什么生意，但是他是维持自己了。09年拆迁，是吧？对。所以小卖部就没了，您就出去打工养家。对。先生说做生意，但是生意也没什么起色。按照您的描述，他没给家里补贴一些什么，对吧？没有。然后到10年的时候，我就经过一个朋友，他介绍就给我开了一个鞭炮店。
然后我就自己找了一份家政，在外面帮人家搞清洁、擦擦玻璃那样的事。那您在做什么？我每天看店呢，从早晨8点就看到晚上8、9点钟，我也挺累的。到14年的时候，我们又拆迁了。14年的4月26号那一天，我也是做事回来，到家里，我以为是走错了路。我走到店面里面的东西一样都不看见了，平时堆在那些地方啊，那一些商品啊，一样都没有了。他把家全部搬走了，我都不知道，他也没有跟我商量。那你是得多久没回家呀？拆迁这么大的大事儿。我早上出去。哦。我早上出去还是好好的，等到我晚上下班回来就没有了东西。其实房东早就跟我说了，我就没跟他说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没跟他商量？你搬走了，有没有通知他？没有。他是天天回家吗？是啊，天天回家。你们拆店那么大的事儿，你都不知道？说这片要拆迁，你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，他也没跟我说过。他在做家政嘛，他就是回来睡下觉啊。那就很奇怪了，他也不知道你搬走了，为什么不通知他说咱家搬到哪儿了呢？我跟他说不通，因为以前有好多事情我跟他交流。是说。你不是我跟他交流的话，就是说你事儿不都做完了吗？他都反对。是啊，你这事儿不都做完了吗？家也搬走了，店也搬走了，你得通知他去睡觉啊。我是想接了儿子回辽阳去，聚2万，就没跟他说。然后我就打你的电话，直接就跟我说，就是我们离婚吧。等于2014年是先生提出来的离婚是吧？是他提出了离婚。是的，因为我太郁闷了，就是说太没有自由了。后来怎么没离成呢？那天还是我想到儿子要高考了，然后我怕影响他的情绪，我就打电话跟他哥哥姐姐说，我说你弟弟要离婚，现在我儿子要考大学了，等一下怕影响他，现在不能离婚。他哥哥姐姐跑到长沙来跟他做思想工作，他才没有离婚的。在这段时间，我真的改变了很多。我现在也在做生意，我现在生意的虽然做的不是很好，但是以后应该是会很有前途的。我现在比以前的好，我来好奇的问几个问题啊。10多年的婚姻生活当中，谁为这个家付出的多？我老婆吧。谁为这个家挣钱挣得多？我老婆吧。在这个层面，你也觉得是你老婆，对吧？她挺顾家的，确实。非常顾家。对。这是个好女人。是。你现在做生意挣钱吗？现在做生意还可以，因为做了那么久了，老客户也挺多了。啊。就是慢慢的生意就比以前要好多了。要好多了是个什么概念？能养活老婆和儿子吗？基本上可以了。可以了是吗？是。确定吗？确定。这是不是他这10几年来，他现在算是扬眉吐气了？因为他能挣钱了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也就是说他挣多少钱你是不了解的？我不了解。那你钱去哪儿了？我挣的钱都是放在生意上面，因为我生意要把它扩大嘛。也就是说你挣的钱并没有拿来家用。现在还没有，就是说也要投本嘛，我就。明白。2014年应该说是这对夫妻情感的转折年，因为我们看到了先生开始反抗了，对不对？在过去你是因为给家里的贡献小，挣钱少。所以你还算听话。到2014年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惊天地的大事儿，把店给盘了，把家给搬了，愣是没让老婆知道，对吧？是的。同时他还提出了要跟老婆离婚，是吧？是。后来被劝下来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是。您是考虑到因为儿子要考大学了，希望儿子能稳定，是。所以你没搭理他。是的。后来男生就开始自己创业，对吧？是。你做你的家政，对吧？是的。现在儿子已经考上大学了，对吧？所以你准备不要这个男人了。反正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感情也很淡薄，我也想我可以走开了。我觉得我们的感情还可以啊，我挺爱他的呀，他从来就没有一句好话跟我讲，还是说那样的话，我10多年都没听他讲过这句话。哪句话？你再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我很爱他。哦。其实我有关心他，其实他是为了生活，就是说把这个事情，就是我关心他理解不到。哎，你这10几年下来，你觉得你是做生意的料吗？是的，我做生意还行呢。还行啊？那你是不是做了一个店，还不如人家一个做家政的挣得多呢？生意不好做嘛。明白了。儿子读了大学了。现在读大学了。觉得自己熬出来了，对吧？还好。你要是自己挣钱的话，自己花和儿子
比带着他应该更轻松一些。我真的我感觉到我还舒服一些。所以这个男人精神上不能给你什么，精神上也不能给我什么，物质上又不能补贴，还老抠你的钱。抠我的钱，我都想到是一家人，我都无所谓，就是他根本就不关心我。明白，花我的钱你对我好点，对不对？他现在怎么对你啊？我身体不好，然后家里他那一大堆的衣服我不洗，我不等着我回来洗，他坐在那里就是很多时间。一般做生意就没什么事嘛，我们屋房和那个店面就隔了那么2步远，他也不会帮着做一下家里的那些家务活，他从来都不会干一下，要等着我回来，他不管你怎么样。是还是不是？是的，差不多。别狡辩了。是的，反正听明白了。我也有时候啊，我也有看店呢，我就没时间了。你别狡辩了，让你别狡辩就别狡辩了吗？精神上指望不上，物质上指望不上，脾气还不小。儿子上大学了，当然不跟你过了，你舍不得吧？肯定舍不得，我现在已经这搁谁能舍得得？我也舍不得呀。又伺候我，还给我钱花，你这谁舍得呀？我觉得我老婆还是挺好的。对不对？人家是好啊，没说人家不好。是啊，我现在也在改变。你觉得你怎么样？我觉得我以前是爱玩了一点，现在的话我也改变了很多。像赚钱呢，我都在用心的，就是为了这个家庭，我都在努力的。什么事儿让你想明白了？说，哎呀，我得用心的维护这个家。就是那时候我哥哥他们跟我做工作时，我老婆很好啊。像我好多朋友他们是说像你这样的人找你老婆都烧了高香了吧？是。大意就是说我估摸着就是大家说你呀要跟他都过不下去了，基本你也就饿死了。是啊，我就。他们说过没有？说过。你看能骂得我要死啊！骂得我要死。骂得你要死。是啊。把你骂醒了。骂醒了，那你2014年到现在有2年的时间，你好好对他，不就没这事儿了吗？我是好好对他，因为我在做生意嘛，那他说他10几年都没听见你说你爱他了。老婆，我爱你。哎，听着一点都不感动啊！你看这个事情简单的一梳理，虽然2位不善言辞，但是我们基本把2个人的情感脉络，做了一个大致的了解，很像现在中国现实婚姻的一面镜子。有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维持将就，终于有一天孩子长大了，孩子快要独立了，孩子读了大学了，婚姻当中的2个人觉得我们这曾经过的是怎样的日子。现在有人觉醒了，当然你也觉醒了，就想留住他，是吧？是。有这态度就好，能不能留得住看老师们愿不愿意帮你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他为什么不成长？为什么18年了还是这个样子？挣不到钱，甚至不会洗衣服，不会做饭。能者多劳，听过这个词儿吗？你有能力，所以你把所有的事儿都揽下了。这单单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吗？他做的不好吃，行，你别做了，我做吧。边做还得边唠叨。你看你做的饭那么难吃，我这么辛苦，我还得回来做。但是你也没有给他机会去把那厨艺锻炼好，所以他今天，你丈夫今天的无能，很大程度上是你造就的。你把儿子培养成长了，可以独立去上大学，但这个老公却退化成还不如你的儿子了，这个你有责任。主要就是他那事摆在那里了，我不去做不行。你们家大事小事是不是都是老婆说了算？是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他离不开你这是肯定的，但是你离开了他就会更幸福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我认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对于你们婚姻来说是件好事儿。真正抛开了孩子，2个人去重新审视对方这个他，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过我们以后的日子。正好是先生赶紧去成长的时刻，不用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了，也是女士回归家庭做一个女人的时候。你们可能在过去的18年中彼此关照对方，彼此付出的太少了，所有的重点都在这个家和这个孩子身上，所以现在是一个好的时间点。我倒是希望你们多一些时间，给你们再一次只有2个人相处的空间，去想想这段婚姻我们值得留恋的是什么，我们可以努力的是什么。不要轻言离婚，再多一些时间去思考好吗？好，谢谢杨老师。徐总，杨老师还让他思考，
18年的事实，还让他思考。因为他真的离开他，未必可以找到更好的幸福，这是我的想法。不，他缺的就是这勇气，太狠了。你最狠的一件事就在2014年发生的，姐姐早上走晚上回来，你居然能搬家了，你这是蓄谋已久的。不是的，我也是想，就是不想他每天唠叨，其实我是很爱他的。对啊，不是说他每天唠叨，那你直接说出来，我就自己想去。你别骗人了，行吗？你要是真想跟他谈的话，你们可以聊啊，可以沟通啊，不行说我们离婚啊，但是这家我们得分吧，对不对？你拿多少我留多少，对不对？这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你做的是什么？把家把店全都窃为己有，然后告诉你，你故意作为见面跟他说咱们离婚吧，你这叫什么呀？你叫抛弃呀！而且你把他应得的全部夺走了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儿啊？姐姐，我觉得是时候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人了。我觉得至少现在要告诉他，我离开你是你最大的损失，至少现在分开。你看他真正如果他爱你的话，用什么行动来挽回这段婚姻，让他追你，有能力。现在不做生意了吗？是做的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对。有没有能力像你的可能要成为前妻的这个女人为家里做点什么？有没有能力？有。不要去所谓的再把这生意做大。做生意为什么？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，为了养家，为了养家，对吗？为了拿出点养家的行动来好吗？你先能不能养起这个家来？这个女人离开你，一定过得比现在要幸福。你看你会什么？说是生意越做越大，但是看到什么了？说是为了这个家，这个家得到了什么？所以姐姐这会儿是说我可以离开你，如果你对我还有感情的话，证明给你来看。为这个家做什么？为你做什么？好吗？这才是真正你要的爱情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郭老师。严品宏说，男人的无用多半是女人的强势和纵容造成的。这话似乎有一半的道理，但反过来我能不能问问你，之所以女人强，是因为男人的懦弱造成的呢？回想一下，在最初，女人的家境算是富足的，而女方的家人为什么允许自己的女儿跟一个家境贫困的男人结婚？请注意，在台本的开头写了，男方到女方家去，什么活都干，很勤快，所以女方的父母才答应了让她远嫁200里之外的贫困的男生家，说明她原来是会干活的，她不是不会干活，对吧？她到你们家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什么都干，你父母看在眼里，才允许了你们的婚事。所以说不是男人不会干，男人是会干。但是这些年来，男人为什么在家庭当中不承担了？有他懒惰的原因，当然也有你纵容的原因。另外还有一点，我想问一下男生，你老婆是干家政服务的是吗？是。她具体干家政服务的哪一块你知道吗？就是搞卫生啊，擦玻璃啊，就是说那个比较脏啊，比较累的那种。不光是比较脏比较累吧，它还有高空作业的危险。是啊。所以说你的女人天天在外面风餐露宿的干一些危险的、脏的、累的活，你只是在店面里风吹不到，雨打不到，你凭什么理由干得不如她好？我就是爱玩一点吧，生意。你只是爱玩一点，你只是爱玩一点儿，有可能18年都玩吗？你这叫只爱玩一点吗？连你自己都承认，女方用非常辛苦而危险的工作承担着家庭的重任，你那只会玩一点吗？如果说要回头，这些年来你太有机会回头了，但是你没有。就像刚才所说的2014年的那个事儿，我不说你是蓄谋已久，但你这事做得太绝了。如果不是你的哥哥劝你，你很有可能那次就不回头了。你说你现在挣了钱，但是并没有拿太多的钱来补贴家里，对？
孩子现在才刚刚考大学，对吧？是的。考大学要学费吧？是的。对吧？是的。你付得起这个学费吗？我有能力付得起。你有能力，你为什么这些年来你都没拿点钱出来？这2年都没拿点钱出来？你其实从某种条件上来说，一方面是因为周邻四舍或者是自己的亲朋好友说服你说这女人不错，你自己也认为这个女人在这些生活当中给你减轻了很多的负担。其次，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，离婚你离不起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另外其次一点，我说句凭良心的话，如果这18年来这个男人只是懦弱，但还算听话，还算是在自己有能力的范围之内去承担责任，其实这日子是过得下去的。但问题是这个男人是本事没本事，而且还使坏，关键的时候还绝情，那我们还盼什么呢？为了孩子熬到今天已经算是不容易。这大姐今天看着这穿着这衣服戴着这项链其实还不错，我认为如果你找一个男人，即便不找，单身也比跟他凑合去。我相信你儿子也是内心是这样的想法，只不过是18年的感情想起来有点可惜罢了。决定你自己做，但我的建议是至少现在该离，将来富不富那是他的表现问题，就这个。你后悔跟他过了18年吗？这18年来我真的是挺辛苦的，挺累的。好，你这18年觉得幸福吗？说实话。一般吧。一般。所以我就要问了，就是你也觉得一般，你也觉得很辛苦很累，你们俩现在要考虑一下未来的人生怎么把过去那些错误修正一下了。我其实脑海里面一直浮现一个画面，就一对夫妻这么18年就这么下来了，你真让他们分开了吧，谁大概也过不太好，因为没有特别让你觉得要分手的理由。这就是我说的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老婆，我以前太懒散了，就是对你也不负责任，对家庭也不负责。我现在已经后悔了，我也在努力的工作，也在努力的赚钱。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女人，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，为了儿子也付出了那么多。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，就是重新把这个婚姻继续的走下去。你也不像别的朋友的女人，就是常年在外打牌啊，还乱花钱。你是一个很好的女人，我希望你就能够留下来。10多年以来，你都从来没有跟我讲过好话。时间到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把您给打断了。确实时间也到了，咱们讲规则，好好考虑一下吧，好吗？你要真是说我其实还挺想离的，你也不用出来，你给他表个态。我们这儿也没权利说你们今天你不出来就是离婚了，明白吗？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好了，18年的一段婚姻，来，警官们，你从很理性的角度来说的话，这日子确实没法过。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，从很感性的角度去帮他们稍微的做换位思考的时候，你又发现，离了婚之后，也许他们更难。他们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呢？谁还记得是谁伸手永远特失落吧？是的。没离呢吧？还是夫妻吗？现在？是的，但是我会用心的去以后的这个日子，我会慢慢的。不是，你这都不用跟我们说了，是不是还没离婚？还没离。现在还是夫妻对吧？是啊。你就重新追他一回，你看你能不能追回来？
如果实在人家说想选择自己的新生活了，麻烦你男人一点，你把手松开，好吗？回去吧，好吗？哎，懂了就好。